过来吧，下面啊！西班牙啊！女主管瞬间人间清醒，没想到老实人发起火来竟然如此狂暴。看着小美充满杀气的眼神，女人再也不敢嚣张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开。随后，小美来到夜总会，此时她的老板正在包厢里放飞自我。小美冲进房间，二话不说，抬手就是一敲。门口的保安听到惨叫声，急忙上前查看，然而下一秒，面对保安的求饶，女孩没有一丝怜悯之心，眼神中依然充满浓浓的杀气。即使将她千刀万剐，也无法平息她心中的怒火。原来那天小美下班回家时，刚走进小巷就遭到3个变态的袭击，将她摁在地上，准备放飞自我。小美本来就患有严重的口吃，受到惊吓后更是一句话也喊不出来。这下变态更加猖狂，冲上前就要和她强行斗地主。小美拼尽全力在地上痛苦挣扎，可她越反抗，对方就越兴奋，抡起沙包大的拳头狠狠地砸在她的脸上，直到她彻底安静下来，然后扒掉她的裤子，做出恶心的举动，将变态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小美只能闭上双眼，默默忍受着一切。短短的1分钟，使她内心充满恐惧和绝望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崩塌。随后，小美忍着下体的剧痛来到警局报案，可这些警察根本不在乎她遭遇了什么，一脸无奈地让小美描述对方的长相，甚至因为她结结巴巴的描述而恼火。这时，小美伸出颤抖的手，交给她一团毛发，表示这是她从变态身上薅下来的，希望警方做 DNA 鉴定。不料警察却说，如果要确定这是强奸案的话，还需要医院的检查报告。为了让小美放弃报案，警察开始从小美身上挑毛病，认为她穿着牛仔裤，对方不可能轻易脱下，再加上当时的情况，只要她大声求救，很容易被路上的行人发现，因此断定小美很可能是在撒谎。小美被对得哑口无言，留下地址后满脸失落地离开了警局。想起刚才被侵犯的画面，小美的心彻底死了。正是因为韩国警方的无能，才导致这些人渣如此猖狂。回到家后，小美惊恐地发现，那个小混混居然根据身份证上的地址提前闯入她的房间。此时小美已经崩溃到极点，根本无力反抗，被男人狠狠甩了一记耳光，准备对她进行2次伤害。即使看到大姨妈也不能阻止她继续施暴。隔壁的猥琐男听到惨叫声，不但不报警，反而指责她不是个好女人。小美凭借最后一丝力气，终于拿到床头上的奖杯。可当小美准备逃跑时，突然被变态男一把抓住，还想和她继续斗地主。惊慌之际，小美摸到一块玻璃碎片，随手一挥，正好刺中对方的大动脉，变态男瞬间倒地不起，这下再也硬不起来了。小美看着地上的尸体，终于体会到复仇的快感，内心的恶魔正在一点点被唤醒。既然正义得不到伸张，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。随后，小美洗掉身上的血迹，坐在浴缸里开始思考人生，不明白自己的命运为什么会如此悲惨。她原本是一名出色的射击运动员，而且马上就要进入国家队，结果因为一场车祸导致父母双亡，也因此留下严重的后遗症。可她并不知道，引发那场车祸的正是她的闺蜜和男友。为了更好的生活，小美白天在工厂上班，晚上偷偷学服装设计。经过3年的努力，终于得到一家公司的认可。结果因为3个人渣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。虽然她洁白无瑕，却无法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女警官突然敲响了房门，表示她从朴警官口中得知小美的遭遇后，特意登门道歉。接下来由她负责这起案件，而且他们正在对她提供的那团毛发进行鉴定。虽然小美很是感动，但还是拒绝了对方的好意，因为此时她的地板上还躺着一具尸体。警察走后，小美拿出祖传的锯子，分分钟将尸体大卸8块，因为她非常清楚大韩的法律一直都是对强者慷慨，对弱者严格，所以她只能将尸体肢解后藏进冰箱，然后趁夜深人静时分批次进行丢弃。可就当她处理最后一袋尸体时，突然被巡逻的老朴发现，以报假案为由向她索要5000元封口费。原来小美刚离开，老朴就找了过来。猥琐男看到后，把她当成小美的男友，一脸嚣张地走上前，劝他们以后不要用力太猛。因此让老朴误以为小美和男友闹矛盾后，谎称自己被强奸。小美不想过多解释，转头就走。不料老朴追上来后，一把甩掉她手上的袋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是一只断手。小美发现事情暴露，掉头就跑，但很快就被身手敏捷的老朴追上，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顿暴打。然后捡起地上的手铐，准备将其逮捕。小美被吓坏了，在地上拼命挣扎，无意间将她腰上的手枪踢落在地，随后抄起地上的板砖狠狠拍了下去。老朴被打得一脸懵逼，没想到小美竟然如此强悍。就在这时，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，仿佛在告诉小美吉时已到。当老朴继续向她发起进攻时，
小美捡起地上的手枪，果断扣动了扳机。看着地上的尸体，小美悲痛不已。她知道复仇就是一条不归路，唯独放下仇恨才能重新开始。但一切早就为时已晚。目前她已经连杀2人，警方不可能放过她。于是她决定将邪恶进行到底，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那些人渣。随手捡起地上的手枪，火速离开现场。第二天，警方赶到后发现老朴胸口正中2枪，而且2颗子弹完全重叠在一起，很明显对方是个神枪手。回到警局后，他们很快将嫌疑人锁定到地下赌场的头目身上。原来老朴好赌成性，向他们借了几百万高利贷，因无法偿还，经常给他们通风报信，结果导致警方每次都行动失败。为了查出真相，警察突袭了地下赌场，抓回一批小混混进行审问。与此同时，小美为了伪装自己，主动到警局询问强奸案的进展，顺便对那的案发过程做详细的笔录。就在这时，小美突然看到强奸自己的屌毛，但她并没有站出来指认，而是低下头，生怕对方看到自己，因为她想用自己的方式来惩罚对方。为了不引起任何人的怀疑，小美第一件事就是辞掉纺织厂的工作，然后将之前欺负她的主管狠狠教训一顿。뭘 보라봐 쌍년아. 씨발년. 看着小美充满杀气的眼神，主管被吓得瑟瑟发抖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开。回家时，小美正好和猥琐男迎面相撞，看着她身上的血渍，瞬间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小美立马冲进房间，发现闺蜜已经倒在地上，奄奄一息。原来猥琐男就是她闺蜜的变态男友。小美赶紧拨打急救电话，但因为结巴，对方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。无奈之下，小美只好背着闺蜜将她送往医院。看着病床上的闺蜜，小美只能送她2字：造孽！原来闺蜜为了转正，竟然和老板鬼混到一起。男人无法忍受女友的背叛，所以才会彻底疯狂。为了报答小美的救命之恩，闺蜜告诉她一个惊天秘密：原来导致她父母死亡的车祸，正是她和男友所造成的。当时因为害怕驾车离开了现场，从此2人过上提心吊胆的生活。闺蜜白天在纺织厂上班，晚上成为男友发泄的工具，即使大姨妈来了也不会放过她。如此悲惨的生活也算是对她的惩罚。小美得知真相后彻底暴怒，冲进停车场将变态男一枪爆头，不但给父母报了仇，还帮闺蜜摆脱了束缚。第二天，警察来到案发现场，发现他和老朴的死因一模一样，都是被一枪爆头。得知女友昨晚被送往医院后，康警官第一时间找到闺蜜，无意间发现她和小美居然是好友。同事认为小美就是杀人凶手。首先，她是国家队的预备选手，非常符合2起命案的作案特征。之所以报复朴警官，是因为她否认了小美被强奸的事实。其次就是帮闺蜜报仇，枪杀了她的变态男友。可康警官认为，在没有证据前不能随便下结论，更何况她本来就是一个受害者。康警官之所以维护小美，因为她也有一个和小美有着同样遭遇的妹妹。自从妹妹被强暴后，精神出现了问题，每天躲在墙角瑟瑟发抖，不愿和任何人说话。到现在为止，康警官也没问到任何关于嫌疑人的信息，所以他才会特别关注小美的案件，希望早点将这些人渣铲除。这天，康警官收到小美寄来的礼物，里面是一张女战士的原创漫画。小美希望他帮忙转交给妹妹，并且告诉她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。另一边，小美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她必须尽快做掉那2个人渣。于是趁夜深人静时，偷偷溜进男人的房间，二话不说对着他的作案工具抬手就是一枪。男人被吓尿了，不断向小美求饶，结果换来的却是一枪爆头。第二天，警方如约而至，发现死者依然是被近距离射杀，很明显凶手就是小美。可康警官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，认为死者是赌场里的小混混，应该和小美扯不上关系。结果刚回到警局，就接到检验科的电话，发现小美提交的毛发样本正好和死者的 DNA 相吻合。这下康警官不得不相信小美就是这起连环案的凶手。为了帮小美洗清罪行，康姐直接破门而入，闯进小美家寻找线索。从日记本中了解到从她被侵犯到复仇的全过程。 어차피 벗어날 수 없는 지옥이라는 걸 직감했을 때 힘을 빼고 울며 기도를 했다. 내게는 너무 가혹했다. 난 그날 살인을 2번 한 사람이 되어 있는 거였다. 就在康姐一脸震惊时，突然被小美从背后偷袭。当她再次醒来后，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了椅子上。康姐劝她不要再继续杀人。小美颤抖着说道：“如果不是韩国警方的无能，她也不会踏上这条不归路。只有自己出手，才能让那些恶霸受到应有的惩罚。”说完，堵上康姐的嘴，准备除掉最后一个人渣。离开前，小美化上最美的妆，做好一切准备。此时，黄毛正在酒吧和小姐姐们聊得不亦乐乎。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注意，
小美提前约纺织厂老板在酒吧见面，老变态兴奋不已，提前进入包厢，打上一针兴奋剂，准备和他大战300回合。不料小美一开门，直接打爆他的老二。黄毛听到惨叫声，急忙上前查看，结果还没反应过来，就中枪倒地。与此同时，协警从小美送给康姐的漫画上发现，女战士腰上的数字正是老朴枪上的编号，说明小美就是枪杀老朴的凶手。协警预感大事不妙，急忙带人冲进小美家，成功救出被绑架的康姐。康姐立即下令跟踪小美的电话。此时黄毛已经被打断双腿，像狗一样在地上痛苦爬行，一边爬一边向小美求饶。然而就在小美准备给他致命一击时，康姐突然赶到，但他们并没有立即逮捕，而是让同事放下枪，劝小美一定要活着走出去，将所有委屈告知全世界。无论多么痛苦，多么绝望，都不要放弃生命，我会永远做你最坚强的后盾。最后小美被康姐的话深深感动，丢下手中的枪，愿意向警方自首。然而就在她向康姐缓缓靠近时，黄毛突然捡起地上的枪，朝小美背后开了一枪，随后向警方露出一脸邪笑，完全讽刺了韩国警方的无能。看着血泊中的小美，康姐彻底暴怒，毫不犹豫给了黄毛一枪。随后黄毛和小美被送进同一间病房，小美因失血过多很可能被认定为脑死亡，黄毛肾脏被打穿，需要进行器官移植。康姐那一枪本来是需要负法律责任的，于是同事们一致认为两人是同时开枪，康姐属于正当防卫。然而就在康姐以为一切结束时，无意间听到2个护士极其讽刺的谈话。原来医院准备将小美的肾移植给黄毛，这对小美来说简直就是极大的羞辱。这时康姐突然醒悟，如果世上没有正义的话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会盛行，恶人永远得不到应有的惩罚。所以从现在起他必须做些什么。虽然有时候正义会来得晚一些，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。随后康警官直接冲进病房，将房门反锁，准备拔掉黄毛的氧气罩，帮小美完成最后的复仇。可当他看到奄奄一息的小美时，又突然改变了主意，因为即使黄毛死了，小美依然会活在痛苦之中，如同陷入地狱一样，永远得不到救赎。或许死亡对小美来说才是最好的结局。随后康警官忍着巨大的痛苦，帮小美摆脱了这炼狱般的手。